19世纪末，一场瓜分世界的大战割裂欧洲，给人类经济带来巨大灾难。这便是人尽皆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直到1918年，一战才彻底结束。彼时的欧洲动荡，经济萧条，曾经的霸权国家英国衰落至2线，社会阶级极度不等，贫困带来混乱，无序引发革命。1919年，英格兰俄共党与爱尔兰共和军是英国政府的眼中刺，除了他们，当地的帮派也异常棘手。谢尔比家族是伯明翰的地头蛇，他们将剃刀藏于帽檐中，摘帽便是割喉见血，故此他们又叫做剃刀党。即使家族自然血脉之情，剃刀党骨干成员由谢尔比5兄妹与姨妈波利组成。老大亚瑟·谢尔比是家族长子，为人彪悍暴力，性格十分冲动，典型的再抽我试试型激进分子，但十分义气，袒护家人。亚瑟与兄弟参与过一战，患有战后创伤，一旦发病将成疯魔。老二汤米·谢尔比心思缜密，沉着冷静，大是大非面前会压制所有情绪。同为一战士兵，汤米获得了国王勋章。战争改变了他，也影响了他，在精明冷酷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温暖的心。汤米虽排行老二，却是家族顶梁柱，剃刀党真正的老大。老三约翰·谢尔比实打实的莽夫，敢惹我家人，天王老子来了也要跟你拼命，性格冲动，做人纯粹。第4个兄弟菲恩还是个毛孩子，不提了。与兄弟们不同，唯一的妹妹艾达并不想掺和道上的事。姨妈波利作为长辈，维持着整个家族的情感，掌管着剃刀党的财务。帮派若想在这存活，经济才是命脉。除了街区打点的保护费，剃刀党更多的收入来源于赌马。谢尔比家族的宝马摩纳根更是成为热门。汤米骑着他出现在街头，请中国人为其施法，替摩纳根的赛事保驾护航。这一举动让更多人把钱压在了摩纳根身上。亚瑟茫然不解兄弟的举动，当众玩巫术是要哪般呢？他警告汤米，绝对不能招惹中国人。另外，操控赌马会惹出大麻烦的。现在统治英国赌马圈的是比利肯波，若同时惹了这2股势力，可是会掉脑袋的。汤米心里有数。I think, Arthur, that's what I do. 他说完转身离去，身后大哥告诉所有人，晚上8点家庭会议。弗莱迪既是汤米的战友，也是一名俄共分子，他总是煽动大家罢工，反倒看不惯汤米这个赌马图吃人血馒头谋生。用汤米的话形容他，你只知道给穷人虚假的希望，与你不同，我的马偶尔还会赢。说到这儿，他们不再互访。弗莱迪最近收到了点消息，伦敦那边派来总督坎贝尔前来调查一起案件，据说是足以震惊全国的劫案。有趣的是，资料上有着他和谢尔比一家的名字。没有后话，酒馆大门被一个男人撞开，他叫丹尼，一战归来同样患上了创伤。汤米和弗莱迪死死按住了他，许久之后才恢复正常。他频繁发病，众人早就习以为常。作为曾经的长官，汤米的话丹尼都会服从。酒馆的人希望汤米能处理一下丹尼，否则大家都不得安宁。可汤米始终没有回答，哪怕弗莱迪有些严重，他依然选择沉默，留下一句所有损失剃刀党照单赔偿。汤米就离开前去家庭会议。列车上，坎贝尔总督死死盯着眼前的档案，想找回这批货物，就只能先拿谢尔比家族开刀。此时姨妈波利一巴掌扇在约翰头上，下午他发现菲恩正在玩枪，而这把枪正是约翰的。恐怖的是子弹上了膛。面对姨妈，约翰只能连连道歉，发誓再也不会马虎了。波利没有为难孩子，毕竟他还要单独抚养4个孩子。2人一起回了家。会议上，亚瑟告诉众人，上面派了一个总督四处招收马仔，明显是想肃清伯明翰。对此人，汤米知之甚少，只有从收买到的警察嘴里知道点皮毛。总之，他来者不善。肃清城市不仅对帮派不利，还可能顺便收拾那些俄共党。听到这儿，艾达表情明显很紧张。兄弟们表示，剃刀党不惧怕那些警察，赶来就割烂他们的脸。汤米心里清楚，是因为那批货物，但他选择了对家人隐瞒。波利察觉到了异常，一句话堵住男人18万个嘴。 Nothing that's women's business. This whole bloody enterprise was women's business while you boys were away at war. 晚上，波利早早就在教堂等待着汤米，他需要一个解释。在姨妈面前，汤米藏不住秘密，汤米只能说出真相。那天是个很平常的走私买卖，但手下人喝高了，搬错了箱子。原本等着出手摩托车，变成了25挺机枪、1万盒弹药、50把半自动手枪以及200把满膛手枪。显然这批武器是为了战争准备的，却阴差阳错到了汤米手里。他把这批货藏起来，想赌一把。听到这儿，波利气得连扇汤米几巴掌。他警告汤米，趁东西没有被发现前赶紧处理掉。
虽然口头上答应3天解决，但他心里还是打算铤而走险一次。坎贝尔的车驶过伯明翰的街区，眼前的一切岂是一个乱字能形容的？完完全全的罪恶都市。神父自顾自的宣读，大人们吞云吐雾，无所事事，孩子们疯狂用石子砸着坎贝尔的车，可见警察在这很不讨喜。桥下，艾达偷偷跑来见了男友，他便是汤米的朋友弗莱迪，一个是剃刀党的小公主，一个是俄共分子，他们的爱情注定只能处在阴影中。次日一早，酒馆迎来一位应聘女士，老板哈利上下打量，委婉拒绝，像她这般的美貌迟早会被糟蹋。格雷斯没有放弃，他一边收拾一边唱歌，歌声迷人，干活熟练。哈利同意让他入职。坎贝尔空降警署的第一天，给所有人来了个下马威。这个城市的肮脏让他愤怒至极，而警署却没有作为，反倒收了剃刀党的贿赂，纵容黑暗变得浑浊。在坎贝尔看来，警署比黑帮更邪恶，他立刻将3巨头设为首要任务：黑帮、俄共、爱尔兰共和军。这个任务的目标是斩草除根。坎贝尔招募了一批英勇善战的打手，今晚他们就会换上警服。晚上，亚瑟在电影院左拥右抱，正幻想着一夜春宵，身后一批警员将他应声拖走，暴打一顿，自报名号也无济于事。没多久，坎贝尔出现在他面前，照着门面就是一拳，随后还用亚瑟的帽子擦起了血渍。他这才问起结案的事儿，显然亚瑟是真不知情，白白挨了一顿折磨。从业35年，坎贝尔能看出亚瑟的无辜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剃刀党就帮我找到这批货物，否则年底之前把你们全家葬进大运河。此时酒馆热闹朝天，汤米前来买酒，哈利特意叮嘱格雷斯，谢尔比家族喝什么都要免费。两人的眼神意味深长，汤米如同哈利一样劝格雷斯离开这里，说完他就先回去看亚瑟了。格雷斯不解，他问哈利，这个人就是你说的危险人物之一吗？哈利表示，虽然汤米人很好，但你要小心，若是剃刀党的人看上了你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一家人为亚瑟包扎了伤口，互相调侃已经成为了家族习惯。汤米买的酒就起到了麻醉效果。亚瑟把结案一事和坎贝尔所谓的合作告诉了他，汤米沉默了。波利没有说出真相，而是话里话外的提醒汤米尽快处理。清晨，以往热闹的酒馆格外安静，他们都被格雷斯的歌声吸引，剃刀党也不例外。汤米的眼睛从头到尾没眨一下，但他最后还是告诉众人，伯明翰不允许唱歌。此时艾达和弗莱迪刚刚锻炼完，问起汤米的想法，艾达也搞不明白，弗莱迪却告诉他，也许有朝一日我和汤米还会在同一战线。另一边，国务大臣丘吉尔约见了坎贝尔，也正是他派坎贝尔前来调查结案一事。这一次见面与其说是一场汇报，更像是坎贝尔的表态。丘吉尔不在乎办案的过程会死多少人，他唯一在乎的就是那批武器，这是见不得光的东西，希望坎贝尔好自为之。告别国务大臣，坎贝尔秘密联络了自己的特务格雷斯，打入酒馆接近剃刀党是格雷斯的任务。他转告坎贝尔，剃刀党里真正掌权者是汤米，而就目前的状况来看，俄共和剃刀党没有实力劫走那些武器，爱尔兰共和军的嫌疑更大。当然，这都是格雷斯的主观想法。坎贝尔需要的是确凿证据，他交给格雷斯一张单子，上面对应的是枪械序列号，若有发现一对比便知。3天期限已到，汤米赶来处理货物，也就在这时他转变了主意。既然他们这么想拿回这批武器，那我得让他们付出足够的代价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哪怕会给剃刀党招来大难。汤米也决定冒险一次，让查理把货物藏在其他地方。 I order the Peaky Blinders. 到了晚上，汤米再次被那个噩梦惊醒，那是战争上他们被遗弃等死的场景。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可丹尼不行，因为发病，丹尼本能做出反击，捅死了一名意大利医生。意大利人疯狂施压，汤米为了避免争斗，只能做出选择，他会当着意大利人的面处死丹尼。一起上过战场的兄弟，汤米自然不忍心，但如果他不亲自动手，丹尼会死无全尸。汤米答应他会照顾好他的家人。握手告别后，查理的船也到了。汤米缓缓举起枪，片刻后扣动了扳机。满脸鲜血的汤米来不及伤感，因为家族还在等他处理事务。宝马摩纳根竟赢了比赛，这让剃刀党损失惨重。汤米抬头告诉亚瑟，我就是要他赢，下次还会让他赢，但下次全程都把钱压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我就会让他输，到时的赌注会让你不敢想象。出城的路上，丹尼走出了船舱，汤米最终还是选择救他一命，那喷出来的只是羊血罢了。船的终点是伦敦，查理告诉他，汤米需要你去做一些事情，就当作是答谢。
衣领上的血迹，汤米直到晚上都没有清理。为了谢尔比家族，他这次要拼死一搏。这天，汤米带着几个兄弟来和李氏家族谈生意。亚瑟以为弟弟要用汽车换马，气得大骂他愚蠢。后来才知道，汤米只是借给对方兜一圈。李氏家族的马仔们大声嘲笑着亚瑟，这让汤米十分不爽。You Lee boys laughing at my brother. Are ya? Hey! Come on, it's just a crack. 碍于朋友的面子没有动手，这群马仔显然没有搞清楚状况。兄弟仨不约而同地摘下帽子，用剃刀生生割裂了他们的嘴。这就是招惹谢尔比家族的下场。可此时的伯明翰乱成了一锅粥，对丘吉尔做出了保证，坎贝尔就要付出行动。他带领大批警员包围了俄共党的聚居地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全部抓走，还地毯式搜索货物的下落，搞得伯明翰人心惶惶。弗莱迪和艾达赶忙提起裤子查看情况，他要是被抓进去，必死无疑。两人虽成功逃跑，但艾达遗留在现场的纸条成了物证。为了避险，弗莱迪准备出城一段时间。抓捕任务完成后，坎贝尔找上了波利，想得到货物的下落，还说着推了波利一把。姨妈反咬一口，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了。吃了瘪的坎贝尔只能离开，他命令手下搜查一下教堂，顺便让波利转告给剃刀党真正的老大，周五来茶馆见我。回城后，汤米他们才看到街上的惨状，这一下有麻烦了。因为伯明翰的百姓一直被剃刀党庇护，保护费从来没有脱险，而警方却在抓捕时声称行动得到了剃刀党的许可，还把他们出城谈生意描绘成了避难。汤米当机立断，给人们拨款补偿，并派出人马去维修损失。趁大家去忙，波利再次提醒了汤米，你这么赌下去会害死所有人。坎贝尔让我通知你，周五茶馆见面。这一切汤米早就心中有数，但他并不打算赴约，自己现在掌握优势，是没有必要和他们谈判的。不过让他们吃一壶还是有必要的。汤米安排手下挨家挨户搜集国王的画像，统一拿到街上一把火烧了，并且收买记者大肆报道，就说我们不想让敬爱的国王看到百姓正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，我们曾经为国家流血流汗，现在却被警察欺负到了家门口。点火是为了警示世人。记者问起汤米是谁，汤米却说，我只是一介草民，不过是获得了国王勋章罢了。报道一出，就影响到了伦敦那边。丘吉尔亲自打电话兴师问罪，他早就说过东西不能见光，这意味着事情要低调的办。坎贝尔赶忙说自己这就去抓人，却被丘吉尔拦了下来，事情若再闹大，会有更多记者跟进，货物的事儿就瞒不住了，况且有损国王形象是杀头的罪，希望你记住派你到伯明翰的原因。听到这儿，坎贝尔早就一头冷汗。报道上最终还是提到了汤米·谢尔比的这个名字。如今各地罢工，警署有的忙了。波利突然察觉到艾达有些不对劲儿，一番逼问得知他例假已经迟到了5个星期了。之前他在现场留下纸条，也正是开药证明。波利马上推断出她是怀孕了。在诊所得到确切答案后，艾达慌了，他不愿意打掉孩子，但眼下只能把弗莱迪的名字告诉了波利。次日，汤米带着新马去保养，却得知李氏家族已经对剃刀党宣战，子弹上深深刻着汤米的名字，加上那批货物，剃刀党已经有了2个大麻烦。查理怎么劝汤米都听不进去。回去的路上，马匹被噪音惊动，汤米只能下来安抚他，牵着他慢慢回家。透过门缝，格雷斯看到了汤米，便假装偶遇介绍了自己。借着搭讪，格雷斯向汤米申请唱歌，每周6一次就好，大家也能放松一下。汤米没有立马答应，他需要格雷斯先陪他参加赛马会。接下来的赌马就是照汤米的计划进展，基本所有人都把钱压在了摩纳根身上。也就在此时，波利把艾达怀孕的事告诉了汤米。汤米勃然大怒，冲进靓院赶走所有人。得知让自己妹妹大肚子的人是自己曾经的好友弗雷迪，汤米决定下次见面就剁了他。这次摩纳根输得彻底，他们几乎卷来了全城的钱。汤米也拿出了一部分打点了邻居朋友，尽管做得很完美，却还是惹怒了波利。背着比利肯波操纵赛事，又惹了一个庞大势力。汤米在一步一步把家族往火坑里推。他自然清楚比利是剃刀党惹不起的存在，但汤米心中有数，他是家族最聪明的人，波利只能去相信他。说着，姨妈拿出一封信，这是艾达要交给弗莱迪的，他希望汤米能同意和弗莱迪的感情。然而汤米直接把信丢进了火坑，告诉艾达这根本不可能。波利虽然气愤，但不得不承认汤米是对的，弗莱迪已经逃出城了，是否能回来都是个未知数。他安慰艾达，明天姨妈就带你出城散心。艾达虽然难过，却只能听话。到了周五，汤米赴约了坎贝尔，这次是为了生意。汤米开门见山，你希望城市安宁，我希望事业腾飞，两者都建立在城市和平的基础上。说罢，两人坐下。
坎贝尔拿出了艾达的开药证明，你妹妹跟俄共党睡觉，你应该不会吧？汤米表示自己不信俄共党那套洗脑言论，况且妹妹的事儿自己已经处理好了。这次的交易条件之一就是警方放弃追捕俄共党逃犯弗莱迪，即使交易就有筹码。汤米直言告诉他，货物在我手上，想拿回去你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由我的事业发展，为我保驾护航。另外，汤米还将跟比利肯波寻求合作，这意味着要走出伯明翰，到时候得麻烦坎贝尔寻个方便。若是以上任何一点坎贝尔做不到，汤米会直接把货物运送到爱尔兰共和军的手里，到时候后果想必你没能力收场。如此缜密且不容他人拒绝，坎贝尔只能同意合作，但两人都不愿意跟对方握手以示成交。歌剧院里，坎贝尔给格雷斯下达了新的任务，不惜一切代价接近汤米，找出货物到底在哪里。虽然这么做如同把女儿送进了窑子，但局势之下，坎贝尔只能这么做。每晚汤米都会被噩梦惊醒，还是那个一气等死的场景。他试图用烟雾麻痹自己，很快楼下传来大喊，手下通知他新的马生病了。赶过去一看，是李氏家族动了手脚，这匹马命不久矣。查理告诉他，天亮后毒素就会流到心脏，马儿会痛苦的死去。汤米无能为力，只能抬枪亲手送他上路，这样骑马落得个痛快。他淋着大雨来到酒馆，想要喝一杯消愁。格雷斯得知他的马没了，也坐下来陪他喝了起来。汤米调查了格雷斯的背景，他出身不俗，却意外怀孕，产下孩子也毁了生活。沉默许久，两人避开了这个话题。过些天就是赛马会举办日，届时夺马皇帝比利肯波也会到场。汤米希望到时候格雷斯能言听计从。格雷斯适时提出条件，除非你让我每周6唱歌。汤米刚急，让他现场来一段，要听伤感的。Her eyes, they shone like diamonds, and her hair hung over her shoulder, tied up with a black velvet band。 在火车站，波利遇到了弗莱迪，男人表示是汤米告诉了自己艾达的行踪，还留下了一句话，带上我妹妹远走高飞。显然他这个哥哥并不古板，弗莱迪现场求婚，两人终成眷属，而弗莱迪却决定不走了，他们就属于伯明翰，就要住在伯明翰。周六，酒馆里大家欢聚一堂，汤米不仅允许格雷斯唱歌，还同意让所有老少爷们一起撒欢。兄弟几个看出他对格雷斯有意思，大哥亚瑟更是调侃他，快则寡，慢则无。就在此时，大门缓缓开启，两名手持武器的保镖护送着一个男人进了屋子，他便是比利肯波。朝天一枪，比利就让谢尔比家族的人出来，这下就出来了3个。汤米疏散了所有人，包括格雷斯。比利此行自然是因为剃刀党操控赌马一事，他仗着势力庞大出言不逊，脏话飙向了兄弟3人，更是放下狠话，要灭了剃刀党。这一切汤米又岂能没料到啊？他站起身，丢过去一枚子弹，李氏家族的宣战证明。汤米深知比利和对方有仇，借势把锅一甩。李氏家族同样也操控赌马，但他们的行事方式你不了解，我们了解。剃刀党可以和你合作，除掉他们，到时市场会更加广阔。说完，不忘吹捧一波比利的奋斗史，也并非不行啊。比利同意先除掉李氏家族，但他不想跟剃刀党合作，而让剃刀党替他工作。他把硬币丢到地上，想让汤米弯腰去捡。约翰当时就想动手，但哥哥拦住了他。汤米能屈能伸，不但没有生气，还感谢了比利的认可。汤米相约在赛马会2次见面。比利走后，汤米把杯中酒一饮而尽，一切依旧在按照他的计划发展。不难发现，本剧评分居高不下是有原因的。本是黑帮题材，却极少出现火拼，多是文字支撑，却未显得那么多余。时尚男团走进黑道，谢尔比兄弟个个帅出天际。作为核心，汤米·谢尔比可谓是吸足眼球。演员席列安·墨菲可能有些观众不熟悉，但提起蝙蝠侠3部曲的稻草人、盗梦空间的废舍，肯定都很眼熟。常年的配角让人容易忽略他的存在，却在浴血黑帮一举成名，从头到尾都在体现二哥的心思缜密。为了剃刀党的事业发展，他每一步都在往地狱边缘靠拢，不会因为意气用事而去和比自己强大的人开战。就是这么一个有计谋的人，阴冷的外表下却是一颗温暖的心。表面不让妹妹和弗莱迪在一起，背地里不仅帮忙，还同意私奔。赌马圈了所有钱，却还是拿出一笔钱还给百姓。面对濒死的马儿，他难过到借酒消愁，重情重义，不做傻事儿。作为剃刀党真正的老大，汤米·谢尔比配得上。姨妈波利的扮演者海伦·麦克洛瑞于2021年4月16日逝世，曾在《哈利波特》中扮演马尔福的母亲。浴血黑帮的最终季是看不到姨妈波利了。斯人已去，一路走好。